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耶。今天来看一下旅途66集到底讲了啥吧。樱木研究所的后院，随着小豪收获越来越多精灵，变得越来越热闹了。我都有点担心会不会装不下了。今天的故事就从热闹樱木研究所后院开始的。开场就赫拉库勒斯和大甲的秀恩爱环节，让观众们提前对即将到来的武奥尼做一个预演。而小智和小豪在他们后面的小花海上，一人拿着一个水管给一些草系宝们浇水。在浇水的时候，有4只花爱弟从他们眼前飞过，看起来是在赛跑的样子。在激烈争夺之后，红色花的花贝贝获得胜利，然后4只不同花色花贝贝同时进化成了花叶帝。在图鉴信息更新之后，自己才想起自己好像是收服了5只花色不同的花贝贝的，那么剩下1只到哪里去了呢？就在小豪刚刚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一只白色花爱弟正在艰难的飞过小桥，但不知道为什么飞着飞着就往下掉了。好在小智2人发现后，立马跑过去接住了他。众人这才发现白色花叶帝的花缺少一个花瓣，这也是刚刚花叶帝飞得那么艰难的原因。然后为了给花叶帝寻找新的白色花朵，小智和小豪2人立刻前往了卡洛斯地区，并且找到之前收服花叶帝的地方。在寻找白色花的路上，因为缺了一块花瓣，真的非常影响花叶帝的行动。小豪于是将花放进了透明罐子，小小的花叶帝也只得暂且将小豪的呆毛作为自己花的替代品了。然后跟着花叶帝的指引，2人找到了原本花叶帝取得白色花的地方，但原本生长着稀有白色花的地方被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出现石头给砸毁了。时间流转，抵达一间旅店休息的2个人通过视频通话向殷博士询问有关白色花的事情，但小智2人并没有从殷博士那里收获有关白色花的线索。第2天早上，小豪试图用吃的让花贝贝稍微恢复一些活力，但很明显花贝贝并没有吃货这个属性，所以不太领情。最后还是敲你后跳了过去，用封面把小豪的呆毛染了个色，然后手指灵活的弄出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才让花贝贝笑了出来。吃过饭后，小豪接到殷博士的电话，根据殷博士建议，2人带着花贝贝去拜访一位植物学家。在那里，2人和花贝贝还见到了花贝贝最终计划型花杰夫人。花杰夫人一眼就看出了花贝贝无活力的状态，并将她带去了她所照料的花圃，并让所有人展示了用青草场地照料花圃的方法。花贝贝在此恢复了所有的活力。在花杰夫人和花贝贝玩耍的时候，花杰夫人训练家也讲起了有关花杰夫人的事情。原来花杰夫人也曾经失去过自己的橙色花朵，也花费了很大的代价才重新找到了替代品。正因花杰夫人有过相似经历，所以遇到花贝后才一眼就看出来了。之后小智和小豪从女士这里得知有关野生白色花的情报，2人赶往情报所指的地点，但是寻找到黄昏时刻，也就找到一丛未开放的粉色花朵，没有其他任何收获。小豪猜测这里的白色花可能因为一些不可预测原因而消失了。在小豪脑袋上的花贝贝看见天空中某个闪耀的星星，拉动了小豪的呆毛，想拉着它往回走。在跑了花贝贝想去的位置时，天空已经变得昏暗，而2个人抵达的就是最开始看见那个粉色花的位置。就在小智困惑这花不是白色而是粉色的时候，这盖月亮的乌云散去，月亮散落，粉色花苞伸展开来，3个花苞的粉色竟不复存在，盛开的是如月光一般的白色花。小豪让花贝贝自己去选择花朵，花贝贝选择了最左边的花朵摘下。在2人为花贝贝重获白色花而感到高兴的时候，有一只野生花贝贝从角落出现，才走右边的那朵白色花。在小豪的花贝贝打个招呼后，搭乘着白色花朵往月亮方向飘去。野生花贝贝摘走花离开后之后，原本的白色花篮中就只剩下1朵花了。小豪的花贝贝悄悄地飘回了花丛边，他学着之前花杰夫人的动作，尝试使用清扫场地，这有点像进化的仪式的。在月光之下，白色花贝贝进化成了花叶帝，然后使出了清扫场地，给白色花丛提供养分。技能结束后，原本只有1朵白色花的花丛长出了2个全新的花苞，但就算如此，也不能每时每刻确保白色花丛都会有新的花苞生长出来。小豪从花叶帝看花丛眼神中明白了花叶帝的意思，脑海中回想起了他从植物学家那里听来的有关花贝贝一族的责任。最后小豪尊重白色花叶帝的选择，将之放置在这片区域，守护这里的白色花朵。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集也是日常，皮卡丘竟然被逮捕了，相信应该比这集有趣吧。我是卡皮，咱们下期见。